体里灰尘模糊了视线，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仿佛生活出现了缺，却不会从前。刹那间，一切变得很荒野，伤痛划过指尖，来不及耶。一转眼之间，我已无法改变，好像是手脚绑了线，却视而不见，寻找平衡点。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需要平衡点，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不相信再失去知觉。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无谓的脸，表情一成不变，心推手不前，心走得比时间快，开始看未来，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空气里灰尘你总模糊了视线，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带点腐坏的感觉，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大家早。早。哎，佳明，今天怎么那么早？我买了点早餐来给大家吃。我见雅琪昨天不大舒服，顺便带点药给她。我看你是特地拿药来给二嫂的吧？早餐才是顺便买的。身为老板，应该多关心员工的。这就对了。老板懂得关心员工，那员工才会有归属感。他对我们罗家才是真的有归属感。怎么还没见到雅琪啊？早上起床都没有看到二嫂，早餐还是老爸煮的呢。我也是没看到他。不过平时这个时候应该起床了。雅琪应该不会有事吧？不要这么紧张啦。你刚才都说了，二嫂不舒服，可能在睡觉呢。看你这么紧张啊，帮你叫她。啊，谢谢。二嫂，二嫂，雅琪，二嫂，雅琪，二嫂，雅琪。啊！你们七早八早吵什么？人家还要睡的嘞。对不起啊，我们怕雅琪出事，一直敲门敲到现在都没人应，不知道会不会在里面晕倒啊？晕倒这样严重？那为什么不开门进去看看？可是这是二嫂的房间啊，进去会不会不方便？难道等了死了才方便呐？而且啊，雅琪，雅琪，雅琪，没有嘞。哎，他会不会出去了？你们紧张什么？现在还这么早，他会到哪里去？可能去上班呢？不可能啊！今天星期天根本不用上班。他昨天不舒服都上班呢。我昨天已经跟他说了，不舒服就不用上班了。是咩？他说公司很多东西做嘞，连医生不看都去上班呢。你在公司没有看到他没？我昨天一大早飞去香港，一直到现在才回来，我根本还没回到公司啊。哎，老大，你昨天有没有看到二嫂回来啊？没有嘞。那这样就是说，二嫂昨天根本没有回来咯。哎，她生病不舒服，还能跑去哪里呀？哎，如果二嫂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啊？哎，菜，好的不灵，坏的灵。哎，不是啊，坏的不灵，好的灵。糟了，电话接通了，可是没人听啊，怎么办啊？哎呀，去找啦。哦 ，OK。哎呦。雅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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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病人怎么样了？你怎么这么迟才把他送进来？我今天早上才发现他的。病人患了骨痛医血热症，血压急速下降，加上太迟把他送进来，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不可能，不可能的，雅琪不会死的，雅琪不会死的。雅
雅喜，雅喜，你不能够死的，雅喜，雅喜，你不能够死啊，雅喜，雅喜，雅喜。雅喜，都是我不好，没有及早发现你的病情，才会害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宁愿生病的人是我，我宁愿我自己受苦，我也不想你这样子。你已经1天1夜没醒过来了，你快点醒过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忘不了假期，可是我并不介意。1年等不到的话，我就等10年；10年等不到，我等20年、30年、40年。就算等到你我头发都白了，我都还会继续等下去的。就算你一辈子都不接受我，也没关系。我只希望可以一直在你身边。看着你，保护你，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我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但是我发誓，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雅喜，答应我，快点醒过来吧。明明说要带我去买玩具、吃炸鸡，都是骗人的。大人都喜欢说骗话。还给我！喂，你干什么？等一下！来。喂！所以你一定是做贼。等下就有好戏看了。Damn it, Pete at my doorstep. 快进去！是你干的？不是我。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怎么办？哪里知道？哎 ，Hello， 你在干什么 Your son Pete at my doorstep. ？What？ 你儿子在我家门口小便。 Nonsense！ 我家没有厕所，我儿子需要在你门口小便，他又不是狗，你不要乱讲话，要不然我说你，我告你诽谤啊！很臭，对不对？那当然是臭了，香港脚也很臭啊！哎，我没有香港脚。We are now talking about your son. Don't change the subject. 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尿是我儿子撒的？ Can't you smell it? 哇，你鼻子很灵哦，连我这个做妈咪都闻不出来是我儿子的尿，你竟然闻得出来啊？哦，你想不认账啦？切！ 我干嘛要认账？开玩笑！你平时得罪那么多人，鬼知道谁会在你家门口撒尿 I'm sure it's your son. Please 啊 ，Don't be unreasonable 哈！你怎么蛮不讲理啊？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咬定是我儿子做的呢 Because I threw away a soccer ball.？What? You? Oh my God！ 你这么大的一个大男人，竟然跟一个小孩子斗气啊？
亏你还是读 PhD 的，我看你是读书啊读到 brain damage。We are talking about your son being in front of my house. If you don't believe， 叫他出来讲清楚了。讲就讲，谁怕谁呀？儿子出来 ，Patrick， 开门呐！Patrick 出来，来，妈咪问你，你有没有在他家门口小便？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听到没有？我儿子说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你不要随便冤枉人家啊！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整座祖屋这么多人住，这么多人养狗，哈，说不定是你自己养的狗在你家门口小便。儿子不要理他，进去。神经病！二姐，哎，雅琪，我吵醒你了。我早就醒了。哎呀，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幸好菲利发现了你，把你送进来。你知道吗？你得的是骨痛溢血热症啊，迟一点送进来就会没命的。哎，我听家福说，这个傻瓜整天守在你身边呢。哇，你看他睡得那么熟，肯定是累垮了，连我来了都不知道。哇，这种好男人已经是绝种恐龙了。二姐啊，我跟 Philip 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而已啊。哎呀，你当他是老板，他未必把你当成是下属啊。那我们也是朋友啊。你看你刚刚说老板跟下属的关系，现在已经 upgrade 是朋友，迟一点就可以更进一步了。二姐啊，不要拿这种事来开玩笑了。我不是开玩笑的，雅西。你虽然是我们罗家的媳妇，可是我们不会食古不化，我们很 open 的，我们不介意你改嫁的。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他了？啊？难道你不喜欢菲利吧？哎，菲利有什么不好？他很好，我知道他也对我也是很好的，但是，二姐明白。我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情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可没有叫你忘记佳琪。你爱佳琪，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忘不了佳琪，并不代表你忘了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啊。更何况我弟弟都走了那么久，最伤心的时候都应该过去了吧？雅喜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弟弟的性格。佳琪一定不会愿意看到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他一定希望你找到幸福和快乐。我相信佳琪跟麻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开心的。我现在在罗家也是过得很开心啊。那怎么一样？做女人始终要找个伴的吗？哎，我知道你很独立，可是整天面对法德、大哥、家福这堆男人啊，你不担心，我也替你担心啊。哎，难道你要变成麻的，想做个 super woman 超级女强人啊？你会笑，我就安心了。做人最重要是开开心心的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啊。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 Philip 这个傻瓜一个机会吗？二姐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明白就好，明白就好。不好意思，你来很久了。哦，没有，我刚到，我不好意思才是，我把你吵醒了。我看你睡得那么熟，我不敢叫醒你。哎，对不起啊。干嘛要跟我讲对不起啊？你来了，我没招呼你，还要让你看我睡觉。没关系了，菲利，我是专程来看雅喜的。雅喜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吗？好多了。啊，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去买给你。不用了。你刚刚病好，吃点清淡的吧。我去买点粥给你。你要吃点什么吗？哦，不用了，菲利，我吃饱了，谢谢。啊，那你陪他吧，我很快回来。好。好。哇，你看他对你多细心体贴。哎，如果你现在说要天上的月亮，我相信他会马上上天摘下来给你啊。二姐，你也太夸张了。什么夸张啊？菲利做生意是很精明，可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啊，他也心甘情愿当傻瓜。啊，这一点哦，倒跟佳琪一模一样。哎，说不定他是佳琪派下来照顾你下半辈子的人呐。二姐啊，别说了。啊，好，二姐不说不说，我去洗水果给你吃。
下你的 evidence。拍什么 evidence 啊？我又没有犯罪，拍什么 evidence？谁说没有？你们在我门口小便。哎，你到底讲不讲道理？我儿子都说没有，你不要这样无理取闹啊 If you have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为什么怕我拍你？谁说我怕你啊？我警告你啊，你这样是偷拍，我可以告你侵犯我的 privacy， 侵犯我的 human rights。哎，我现在不是偷拍啊，我是 openly 拍啊 ，This is my right。You crazy man， 神经病！啊，我拜托你克死我啦！可惜，哎，我警告你，再拍我的话，我就报警抓你啊 Very good, very good. Continue, continue. 懒得理你。哎呀，我有 evidence 在手，警察来我才不怕你啊！哼！没事吧？你没事吧？干嘛无缘无故躲在门口后面？还不是为了隔壁那个人？啊，那个无耻下流的人！刚才我放学的时候，他一直拍我。对了，我回来的时候啊，他是一直拍我裙子，本分。所以咯，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大家安全着想，我特地去买了这台闭路摄像机啊，你看。啊，那不是要花很多钱的？哎呀，他疯你也陪他一起疯啊！我哪会疯呢？那你想想，他虽然现在只是用摄影机拍我们，可是谁敢担保以后他会做出什么其他的事啊？搞不好他冲进来把我们全家人砍成一块一块的。那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们，这种钱是不能省的。妈咪，我不要被砍成一块块，很恐怖的嘞！哎，不要怕，不要怕，爹地乱讲的。你看，不要乱讲话，把儿子吓坏了啦。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还是小心一点好吗？啊，如果他真的敢乱来啊，我们至少有证据将他绳之以法啊。如果他真的要把我们砍成一块一块，你也只是把整个过程录下来，那有什么用？妈咪，你叫爹地不要乱说，你自己又乱说。sorry， 儿子，妈咪不说，妈咪不说啊，不要怕，不要怕哈。那你说现在怎么办？难道让他乱拍啊？他爱拍就给他拍个够啊，迪儿。哎，你们两个以后没事早点回家，记得回家之后把门锁好 ，OK？ 那如果朋友约我出去玩呢？不准去咯。哎，尤其是你，你是女孩子，更加要小心啊！你刚才自己不是讲他是 pervert 的吗？你不怕？总而言之，放学之后呢，就全部要回家，哪里都不准去啊！你也一样，不准到楼下打球。unfair。啊。哎，迪儿，你干嘛？啊？你刚才说没用，那不是收起来喽？哎呀，你既然都买了，不要浪费钱嘛！哎，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讲的对，装了也比较放心嘛。我帮你，我们一起装啊！来吧。哎呦，小心啊！我的功课向来不错啊，又没有欺负同学，老师找我来做什么？哎，文文，你怎么站在门口？进来啊！哦。老师，文文，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来见我吗？你还记得上一回学校帮你申请到美国去求学的事情吗？你的奖学金已经拿到了，而且美国那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也接受你成为他的学生呢。真的啊？所以我要跟你妈妈谈一谈有关你到美国去的细节。可是老师啊，我妈咪工作很忙的，她可能抽不出时间来学校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份是入学表格和章程，课程内容全部很详尽的写在里面了，你拿回去给妈妈看。假如是没问题的话，那么再过3-4个星期你就要过去了。那么快啊？因为那就快要开学了，你在还没有开学之前要去参加他们的迎新活动，熟悉一下那儿的生活。文文，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要好好的珍惜，知道吧？知道了，谢谢你啊，老师。有没有搞错啊，小姐？这个礼拜你是第3次打破碗碟啦。你以为我想啊？你自己也看到我跌倒的。就算我是跟你过意不去，我也不跟我自己屁股过意不去啊！你看地上那么滑，一定会滑倒的吗？打破碗碟的是你啊，讲那么多废话的也是你啊！不小心，不小心，要不要给你买保险啊？啊？万一不小心跌倒，有什么冬瓜豆腐的话，还可以靠保险金照顾你下半辈子啊！喂，你嘴巴很毒哦，你小心有报应哦！不喜欢走了。你以为我不敢啊？啊，走了，好啊，走啊！啊，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外面的行情那么坏，你的工作随时可以找人顶的，哼！脾气臭的这样，我看都没有人要请你啦。好了好了，打破多少个我赔啊，扣我薪水啦。那
是你说的啊！不要跟人家说我刻薄你啊！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我还要谢谢你。不用说这种话，又不是我求你留下来的。是啦，是我错，是我不好。这还差不多，快点把地板弄干净啊！拿些新的碗碟出来啊！哎呀，哇！妈咪啊，我帮你查点跌倒药酒吧。你怎么知道我跌伤的？啊，我看你回来的时候呢，一直叉着腰，所以去拿跌倒药酒给你。严重吗？没什么啦，刚才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跌伤的。来，帮我涂一涂。啊！哎呀，小力一点。妈咪啊，你痛成这个样子，我陪你去看医生了。不用啦，现在看医生动不动就20-30块，再加上那些怎么样吃都吃不好的药啊，也要40-50块，那么贵，真的是宁愿死啊都不能病啊。妈咪啊，这份工作那么辛苦，不如换一份吧。傻瓜，有什么工作是不辛苦的？我们现在啊是手停口也停，不做工的话就没饭吃了。妈妈现在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你这个女儿。我现在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如果你不在我身边的话，我就真的是一无所有，那做人就没什么意思，不如死掉算了。妈咪，你不要乱说话，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我说的是真的。我知道有一天你会长大，始终会离开我，所以能够把你留在我身边，能多久就多久。你要听妈妈的话，答应我，知道吗？嗯。那就乖了。来，再跟我查一查。哎呀。功能的，很不错的。哦，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哦，那就要这个好了。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回来找我。好，谢谢。哎，对了，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它的保用期有多久啊？一般上都是1年，不过现在我们公司有一项加长保用期限的服务，只需要付一点点的服务费，你的产品就可以获得多加5年的保用服务，很值得的哦。好，那我就要这个。请到柜台付钱。好的。来，文文啊，还有什么东西要买的？文文，文文，你今天怎么啦？爹地什么事啊？什么事？应该是我问你什么事呢？我没有事啊。没事，我看你整天无精打采的，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睡得不好啊？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是真的吗？妈，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还是妈咪有事啊？爹地啊，我没有事，妈咪也没有事，你放心吧。真的啊？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不准瞒着我，知道吗？知道了。
怎么了？爹爹，我突然间想起我很多功课要做，我先走了。怎么那么快？爹爹，我要走了，拜拜。那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呢？哦，不用了，我自己回家。那你要小心点啊。哦，拜拜。古古怪怪。林先生，林先生，你是不是林温温的爸爸？哦，你是温温的老师吗？刚才我跟温温呢还在这里买东西呢。哎，温温在学校里好吗？温温很好。我想请问你，你们家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家里？没有啊。老师，你怎么会这样问的？几个月前，我们帮温温向美国申请了天才儿童培训课程的奖学金，最近美国方面已经批准下来了。真的啊？那就太好了。哎，你知道吗？温温从小就是想到去美国读书。昨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好开心哦。可是今天早上，他却突然告诉我，他不想去了。怎么会呢？我想，会不会是罗女士不想让他去？不可能的！如果他妈妈知道他可以去美国读书，他开心都来不及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我看温温好像蛮有心事似的，而且又不敢说出来。是啊，我今天也是觉得他有点怪怪的。我有问过温温，他说他怕他自己去的那儿会不喜欢那儿的生活，连书也读不成，所以不想去了。不过我看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哎。怎么会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很多人想要去都去不成呢。我看你最好和温温和罗女士好好的再谈一谈。我会的，老师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说服温温去的。谢谢你啊。不客气，再见啦。好。难怪温温刚才走得那么急，一定是不想让我知道。嘉喜啊。什么事啊？我有话对你说。你哪一次来不是有话跟我说？有话快点说，说了就走啊，不要妨碍我做工啊。你是不是不让温温去美国读书啊？你说什么啊？什么温温要去美国？你不知道吗？到底什么事啊？你跟我说清楚啊！今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购物，我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后来他没说什么，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遇到他的老师，他老师说学校帮他申请去美国读书的奖学金已经批准了。那个去美国的奖学金，那时候学校不是说只是试试看吗？已经批了。刚才老师是这么说的。可是温温没跟我说啊。老师说他是昨天才通知温温的。可是昨晚他什么也没跟我讲啊。会不会是温温担心你不让他去啊？你神经病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不让他去呢？不行，我一定要问清楚。嘉琪啊，你一定要好好跟他说，千万不要骂他。我怎么教孩子，不用你来担心。我是担心你的脾气，我怕你吓着了他，他什么都不敢跟你说。行了行了，我知道怎么说的啦，你走吧。那我走了。妈咪，你回来了。妈咪啊，你为什么以这种眼神看着我啊？怎么样？心虚啊？什么心虚啊？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你还要装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什么？没有，这明明是学校给你去美国的资料，你为什么要瞒我？我根本就不想去，才没有跟你说的。有这么好的机会，说你不想去？我没有兴趣。你没有兴趣？你是不是想跟你爸爸以前一样，心甘情愿的窝在自己的蜗牛壳里面，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你说，我这么辛苦工作，是为了让你多读点书，以后容易找工作，不要像我一样在小贩中心里面跟人家洗碗，
跟人家当狗一样的骂。妈咪，不要叫我！你也不想想，现在是大学生又怎么样？一毕业就失业，到处都是什么硕士、MBA， 就算是精英，也要做精英里面的精英。要成功就不能普通，你懂不懂？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跟我讲你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我不去，不是因为我不想去，只是什么？你说。我看过了，去美国读书很贵的，继续有奖学金，还有生活费、住宿费。我们现在生活都成问题，我们哪来的钱去读书啊？钱方面你不用担心，只要是为了你的前途，就算是头去抢，我们都会想办法筹回来。总之你一定要去。我不要去。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我不去。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你昨天答应我要乖乖听我的话的，可是你现在，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妈咪，我不去，不是因为我没有出息，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你跟我说过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如果连我都走了，那你怎么办啊？我不想让妈咪担心，可是如果妈咪要我走的话，我一定会走的。我一定会有功读书，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的乖孩子。干嘛自己收拾啊？哎，让我来吧。不用啦，就快收拾好了。你刚刚才病好啊，来，在床上休息一下。我已经在床上躺了1个多星期了，再坐下去啊，就会跟床连在一起了。医生说你的身体还很虚弱，要多多休息。但是医生没有说我完全不能动啊。出院手续呢，我已经办好了，待会儿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可以走了。这次啊，真是麻烦你了。受什么麻烦嘛？大家都是朋友，应该的。对了，刚才我听护士说啊，这1个星期啊，他巡房的时候都会看见你的，还以为啊你是病人呢。这护士说话真夸张。你也很夸张啊！哪有人丢下自己的工作不做，整天往医院跑的？我没有啊，我是做完了工作还过来的，而且我一个人怕无聊嘛，不是过来找你陪我咯。是吗？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都没说什么，干嘛你这么紧张啊？我怕你误会嘛。误会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菲利吧，我记得你说过下星期有个晚宴，你找到舞伴了没有啊？还没有啊，你也知道我没什么女性朋友，总不能够叫我在马路上随便拉一个女孩子陪我去吧？不过你说这个晚宴很重要的，难道你要一个人去啊？这有什么办法呢？都没有人陪我去。哦，原来你不当我是人啊！什么？你敢陪我去啊？除非你嫌弃我这个舞伴咯。啊，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你可以陪我去的话，那就太好了。反正下个星期我有空的，去认识多一点人也好啊，说不定对我们的业务有帮助。是啊，是啊。菲利吧，你不用那么紧张的。哎，你坐下来慢慢等，牙血很快出来的。啊，没关系，我站着就行了。你已经站很久了，平时都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怎么啦？啊？你不用解释啦，瞎子都看得出你的目的。小舅，瞎子怎么看得到东西 Patrick，
让小舅来告诉你吧。感情这回事啊，不要说瞎子，就连花花草草都能够感觉出来哦。哇，你说好夸张哎！什么夸张？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花如果没有感觉的话，怎么会知道流水对它没感情呢？哎呀，我只听过鲜花插在大便上，我都没听过什么流水、什么落花的。是牛粪上，不是大便上，你讲错了。牛粪跟大便还不是一样？大便会挡路的呗。啊，对不起，对不起。哎，菲利吧，你不要理他这种人，他这个人啊，就是讲话没水准、没文化的。没有关系，他不支持你，我支持你。哇！哎，怎么啦？哇，雅欣你好美呀！哎呀，你颈上这条项链很名贵的嘞，哎，名牌的，我在杂志上看过的。谁送给你的？朋友送的。朋友？哦，哇，你的朋友很有眼光啊 ，good taste 啊，哎 ，good taste 啊。你没事吧？啊，没事啊。还说没事，看你两眼发直啊，是不是被那个四射的烟光电到傻眼啊？没有啦。给我纸巾干嘛？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要不要抹一下？我看你赶快啊带二嫂去赴宴吧，不要在这边听某某人人言人语的，小心着凉。哇，说谁？说我啊？说你妹！我有说你妹！我有说你妹！二姐啊，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有威严啊？才轻轻咳一声，老大马上变成一只小老鼠。Hello， 爸的是真的咳嗽啊，是大哥继位他才静静坐下来的。哎，不信你听听，你听听。我还以为老爸变得多厉害啊！哎，好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赶快去party啊，赶快去party吧哈！可是温温还没到啊！哎，一讲曹操，曹操就到了。Hello， 刚大舅、二姨丈、二姨、二舅妈、菲利叔叔、小舅。爸爸，温温啊，二舅妈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红包，你收好。Daddy 啊。雅琪啊，不用了。这次有我陪他一起去，钱方面不是问题，而且他年纪小，不需要用到那么多钱的。这是我的小小心意，又不是很多。温温啊，要是你用不着呢，就存起来 ，OK？ 还不赶快谢谢二舅妈。谢谢你啊，二舅妈。温温啊，菲利叔叔呢送你一支笔，祝你一路顺风哦。这怎么好意思呢？没关系，一点小意思吧。哦，谢谢你啊，菲利叔叔。不用客气。哎，雅琪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走了。哦，温温啊，那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不要只顾着读书，有空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二舅妈聊天。我会的，二舅妈。虽然菲利叔叔呢没有二舅帅，但他们两个都是好人，你跟他在一起，我很放心的。小鬼。温温啊，那你要保重了。拜拜。拜拜。那我走了。拜拜。拜拜。玩得开心一点哈。拜拜。温温，你过来，二姨有东西给你。是啊，温温，哎，这是我跟你二姨送给你礼物，不一样答应我哦，回新加坡争光，好好读书哦。知道了，谢谢二姨，谢谢二姨丈。Bon voyage，谢谢你啊，这是送给你的，送给我的。是啊，是拿那个 battery share 买来送给你的。谢谢你们啊。来，温温，来，阿公。来，阿公给你一个红包啊，你去买你最喜欢的东西啊，不过记得用功读书，别忘了哈。谢谢阿公。温温，你也知道小舅舅没什么钱，所谓 all work no play make woman a dull girl， 所以小舅舅送你这本美国旅游指南，这里面有我以前背包旅行的时候记载的笔记。那记得啊，到了美国之后一定要到处去玩，知道吗？谢谢你啊，小舅。哎，你教坏人呢！他去读书，你叫他去玩呐？你懂什么？尽信书不如无书，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你呢？你送什么？我跟温温是讲心的嘞，我送给温温精神上的支持，没有礼物也不要紧的哈。大姐送的呢是无限的支持。你看温温多了解我，哎，温温你很厉害嘞，你把新加坡的书全部读完，哇，现在去美国读他们的红毛书啊。只是你这样哦，
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放心啦，大舅，我不会变成书呆子的。反正我家里有很多书，不如送你几本啦。哎，Job 哦，我要买马票的嘞！哇，你送书给我，如果我真的输了怎么办？你看不看书还不是一样都输，有什么分别啊？哎呀，你懂什么？人不嫖不知身体好，我不赌不知道我时运高嘞。在小孩子面前讲这种话，输死最好了。哎，Father，我讲讲而已嘛，你竟然咒我输死啊！哼！你要好好看着温温啊，千万不要给他喝那么多汽水，他很容易咳嗽的。哦。还有油炸的东西不要吃太多，要记得常常给他喝凉茶。凉茶的茶包，我全部放在行李箱里面了。知道了。还有啊，要好好盯着他，不要让他交男朋友啊。温温的年纪那么小，怎么会交男朋友呢？你不懂啊，美国的男孩子很开放的，听说10岁啊就开始谈恋爱了，要是让他学坏就惨了。你想的太多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总之你要帮我好好看着他。Daddy 啊，时候不早了，再不走就要起飞了。是啊，我们要走了。嘉熙呀，你真的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不了，我今天没有请假。如果我没去上班的话，管工要骂我了，搞不好要炒我鱿鱼呢。德士来了。哎，是啊，德士来了，德士来了。我还没讲完，温温，如果冷的话呢，就要多穿几件衣服，千万不要让自己着凉。知道了。妈咪，我要走了。嘉熙啊，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走了。你千万记得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嘛。妈咪，你也是啊。嘉熙啊，你真的不想去机场？算了，你们走吧，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拜拜。拜拜。怎么了？刚才你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忽然间哭了？什么事啊？我放心不下妈咪。你放心吧，妈咪是不会有事的。不，我知道妈咪的确是很难过，她舍不得我的。我不想让妈咪看到我这个样子，要不然她一定会很伤心的。温温，那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珍惜时间跟妈咪说几句话？我从昨天晚上就告诉自己不可以哭，我不想让妈咪担心，可是我真的忍不住，我真的忍不住。不要哭，不要哭，温温乖，乖，那爹地都没有哭，你也不准哭，不要哭。妈咪，我要妈咪。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一次，
是我放不下心思，任由你解释。以为这样的坚持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才发现爱一旦被搁置，难免语无伦次，模糊了样子。或许有时坚持